这个男人抓到了妻子偷情，妻子吓得浑身发抖，口不能言。不过男人并没有过多责怪妻子，反而让妻子放心大胆地去和情妇幽会，甚至有时候还会将房间让给两人，自己则在外面偷窥。对于这些，他只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必须让情妇按时给自己打造银饰。男人名叫吕道景，是城中颇有众望的县老爷的儿子，家住明德府，高悬的匾牌、墨色的门庭以及高大的石狮，无不昭示着他的鼎盛与繁华。可就是这样一个名门望族里，却发生了一件又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。吕道景从小就有一颗女儿心，喜欢对着镜子梳妆打扮，穿金戴银，抹上口红，换上女装后的她十分满意自己的模样。人前他是富贵人家的少爷，人后他是浓妆艳抹的千金。夜里穿着女装的他独自在月光下翩翩起舞。对于自己的这些癖好，家里人都不知道，还逼着他娶了一个漂亮媳妇碧兰。别人只知道碧兰嫁了户豪人家，却不知道她的丈夫一直不愿意碰她，甚至有时还会虐待她。出嫁那天，娘嘱咐她新婚夜就乖巧听话些，让丈夫满意。碧兰怀揣着希望和期待嫁了过来。在新婚夜，她以为丈夫害羞，分床而睡。可过了半年，见丈夫始终还是躲着她，不由得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美丽。直到一天，她主动亲近丈夫，却换来丈夫的一句下流。这句话让她如梦初醒。丈夫为了阻止她亲近，用尽各种手段，用滚烫的烟烫在碧兰的手和脚上，巨大的疼痛让碧兰瞬间清醒。丈夫不爱她，可是丈夫又爱谁呢？对于这些，碧兰一直默默的忍受。吕老爷治家严谨，门风森严，事事苛责，而这个吕太太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主，点火挑食样样行。外人看到的是人贵如梅，处处彰显大家风范，出了门也是一派富贵气。轿夫抬着轿子，丫鬟扔着铜钱，碧兰穿着对襟锦缎小袄，颈边袖口镶着滚白边，毛茸茸的。她在轿里正襟危坐，轿外一帮乞丐追着捡洒落一地的钱。闲人没事的时候，碧兰常常会去银饰铺做首饰，打发时间，排遣寂寞。银饰铺里的小银匠邵恒忠厚老实，知道碧兰的身份后，每次都小心对待。这次要帮碧兰打造一副脚链，所以邵恒慢慢的帮碧兰褪去丝袜，结果看到了她腿上的伤痕，那是吕道景虐待的痕迹。邵恒对他的遭遇感到不幸，但对于他这个小银匠也不敢多问。临走前，碧兰给了邵恒一些钱，托他去买一些砒霜送到自己的府上。邵恒虽然有不好的预感，但还是答应了。吃饭的时候，老银匠看出了儿子的心思，一再逼问下，邵恒说出了帮碧兰买砒霜的事情。老银匠听完后勃然大怒，怒骂儿子不懂事，砒霜是毒药，他要是毒人怎么办呢？你帮他买不就成了帮凶，到时候整个银铺都要关门。说完赶紧从柜台那里拿出一包蒙汗药，说这种药会让人睡着，但是不致命，你把这个交给他，看看这个碧兰到底在打什么主意。邵恒照做了，不知情的碧兰将药倒进了茶杯里，喝下水的吕道景瞬间感觉出了不对，扑通一声倒在地上。碧兰见状也一口闷下茶水，带着一股决绝，打算和吕道景一起赴死。结果醒来后的碧兰发现自己没有死，惊讶不已的她立刻让丫鬟把小银匠邵恒叫到府上。她已经知道邵恒给的是假药，不过她并没有埋怨，反而感谢他给了自己再活一次的机会。她说自己在喝下药的那一刻就后悔了，自己爹娘已经年迈，家里还有个弟弟，自己要是死了，他们该怎么办呢？况且自己在这世上连个一儿半女都没有，如果就这样白白死了，那就太亏了，都不知道要如何报答你。思来想去，碧兰让邵恒明天夜里在后花园等他，自己要送给他一样东西。邵恒回去后如实将情况告诉了老爹，老爹警告儿子不要跟这个女人扯上关系，不然没有好果子吃。但邵恒根本听不进去，深夜他如期赴约，两人在后花园里私会。原来所谓的报答就是以身相许。碧兰第一次对外人袒露自己的心声，邵恒没有拒绝，欲望最终还是战胜了良知，两人发生了关系。碧兰也第一次体会到了做女人的滋味。成为女人的碧兰不仅生活有了盼头，就连饭量也有所增加。从刚开始面无表情的厌世脸，也逐渐有了微笑。从那以后，她开始对自己进行了放逐，不再逼迫丈夫亲近自己。她把对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小银匠身上，也开始变得大胆起来。有时会忍不住来银铺里找邵恒，旁人看客都对两人的感情心知肚明，只是没有捅破。碧兰借着脚链不合脚为由，跟着邵恒进了后房。两人一进屋，免不了一顿缠绵。晚上，两人再次相约后花园，在园内漫步，互诉衷肠。碧兰将这些年来所受的虐待和屈辱，统统告诉了邵恒。邵恒听完，将碧兰拥入怀里，他用自己的热情融化了碧兰的内心。可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很快两人的私会被吕道景逮了个正着。
这天深夜，吕道景在后花园里看见了碧兰和邵恒，他一路跟踪上去，亲眼目睹两人发生了关系。不过他并没有打扰两人，而是默默地回到房内。等到碧兰回来后，和他说明了事实。虽然老婆给自己戴了绿帽子，但吕道景不仅不生气，反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这样也好，这个男人能让你感受到快乐，那么你也不必折磨自己了。”看到碧兰吓得哆嗦的样子，吕道景觉得有些好笑。他跟碧兰说：“以后你有需要的时候就去找小银匠，但是切记不要在后花园里了，父母脾气可不好。”这也算是默许了两人的关系，但他也有条件，今后碧兰必须按时给他提供银饰，否则他就将这段关系公之于众。碧兰听到他的话，惊愕地说不出话来，缓过神后，按照他的要求，把身上的银饰全都交给了丈夫，还答应丈夫每隔10天半月就打个银饰送给他。有了丈夫的准许后，邵恒和碧兰的私会越发的大胆，有时甚至会在吕道景的房间里大摇大摆地发生关系。在门外偷看的吕道景不小心感冒了，他很直截了当地告诉碧兰，两人以后要是有兴致，自己可以去书房睡，房间就可以让给2个人。碧兰听完之后感动地哭了。知道两人关系的老银匠都没眼看两人，为了让儿子断绝这段关系，老爹打算给邵恒娶个媳妇，但邵恒心里已经被碧兰占据，除了碧兰他谁也不娶。某天碧兰的婆婆发现家里的银锭少了许多，她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吕老爷。吕老爷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张扬，必须低调处理，这个贼得手过一次必然会再次偷窃，所以他们可以守株待兔。按照吕老爷的法子，婆婆悄悄藏在暗处，她万万没有想到偷银子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儿媳妇碧兰。她立即把这件事告诉了吕老爷。吕老爷决定暗中调查，看看碧兰到底将钱用在了哪里。随后吕老爷去找儿子吕道景，推开房门，竟看到儿子穿着女装，非常的妖艳。吕老爷怒火攻心，对着儿子一顿打，直骂他是个贱种。听到儿子说穿着女装心里舒坦的言论，吕老爷简直要气晕过去。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生出这么个东西，勒令儿子以后不准他再出门。经过手下的一番跟踪，很快就查到碧兰将偷来的钱全都买了首饰，又被转送给了吕道景。同时他和小银匠私婚的事情也暴露了。为了自身颜面和家族荣誉，吕老爷决定暗中处理此事，来个一石二鸟。第二天，吕老爷就以打首饰为由，将邵恒骗进了府内。婆婆暗中在饭菜里下毒，邵恒丝毫不知。吃完饭菜的他感觉身体越来越虚弱，就这样，吕老爷每天都会叫邵恒去府内打造银饰，邵恒也每天都吃着有毒的饭菜。久而久之，身体也愈发的虚弱。邵恒还以为是这几天过度劳累造成的，没过多久就已经卧病在床。因邵恒打造银饰有功，婆婆特地派碧兰送来一根人参。当天老银匠就拿人参炖鸡汤，让邵恒补补身子。邵恒刚喝完人参汤，就死在了碧兰的怀里。在葬礼上，老银匠哭得撕心裂肺，自己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还比自己先走了。碧兰也哭成了泪人，她是将死去的邵恒当做自己丈夫的。碧兰一直安慰着老银匠，还端来一碗人参汤给老银匠喝，又把自己积攒的银子交给老银匠。碧兰走后，老银匠手中的银子不小心掉到人参汤里，捞出来一看，不得了，银子全变成了黑色。在衣服上反复擦拭了几下，难道这人参汤里有毒？于是他来到药铺，让老板检查一下人参汤，这才知道人参被砒霜浸泡过，邵恒就是喝了这人参汤才毒发身亡的。一时间，老银匠对碧兰怨恨不已，他误以为是碧兰残忍害死了儿子，于是他噙着升腾的恨，倾尽血泪，用满布老褶的双手连夜打造了一副复仇的自带机关的银项圈，再哄骗碧兰戴上，谎称这是邵恒留给他的遗物。谁知碧兰戴上后发现了不对劲，有点紧，老银匠叫他扯一下就松了。让你扯一下就松了啊？更紧了，老伯。但你用点力扯。更紧了，老伯。那你再扯一下，使劲的扯。老伯，快帮我松一下。就是为了让你喘不过气来，我才特意打造这个东西。你这贱货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临死前，碧兰告诉老银匠，她已经怀了邵恒的孩子，可现在就算是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碧兰已经死了。吕道景来到银饰铺调查情况，老银匠将事情告诉了吕道景，他认为是碧兰下毒害死了自己的儿子。可吕道景在看过毒水后，立马知道
这是自己父母一手制造的悲剧。他疯癫地跑出了营铺，而自以为儿子报仇的老营将也不想活了，在喝下那碗毒鸡汤后离开了人世。吕道景冲到家里质问父亲是不是他害死了小营将，可父亲压根不承认这件事。万般绝望之下，吕道景决定用死亡来反抗父亲的强权和压制，反抗一切阻碍他走向自由和幸福的束缚。他披戴上匿藏了半生的银饰，装扮成女子的妆容，身上附着娇媚的女服，安然地躺在碧兰的坟边，面挂笑意，沉沉睡去，只留下一封遗书，上面写着：我吕道景不做明德福的人，最终不该存活在这个惨绝人寰并虚伪肮脏的封建旧社会里的人们，终于全都消弭了。留下来的是依旧显赫的官府大宅，以及安详得意、尊荣威严的老爷和太太。影片银饰于2005年拍出，刚上映不久，就是因为一场暴露镜头和放错版本被国内禁止，时隔16年我们才能看到原版。纵观整部影片，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源于旧时代下的封建礼教和顽固与保守。不管是碧兰还是吕道景，皆是如此。被压抑的人性和欲望让他们无法呼吸，在根深蒂固的面子文化下，他们势必是时代和父权制度下的牺牲品。在那个时代里，渴望打破束缚的人是注定不会被世俗接纳和包容的。吕道景和碧兰的死亡对他们而言是一种逃离困境的解脱，也是对礼教和父权文化的反抗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